大家好，回复一下这名网友啊，你太较真儿了，我就不是认真的人啊，我还纳闷你在说什么呢？那我猜可能是8月30号、8月20号这支影片啊做的这支影片。习近平因为一个人不信任苗华，这是基于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啊，就是在没有证据、没有反驳工具的情况下，只能顺着说啊。但是这里面的分析也能看出来啊，苗华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不然不能提拔那么多人。9月5日呢，我做了一个中国主要24个上将的派系分析。才有了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足够强大，足可以打碎共产党的谎言，颠覆共产党的叙事方式呢。我为什么坚持做这个东西呢？之前还有人问我做不做县中统计，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颠覆共产党的叙事方式，颠覆共产党的洗脑体系才更有意义。就是无论是骂共产党还是支持共产党，那都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之内，说事儿没什么意义。共产党天天洗脑，习近平一统天下，就营造这个虚假氛围啊！有多少人说是反共，他没有颠覆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那到头来只不过是共产党的肉喇叭、传声筒而已啊！我说这24个上将的派系背景一拿出来，就是上帝视角啊！从9月5号做这个分析到现在为止，我只改过海军司令胡忠明的派系啊，我说了不可能一个都不错，也没准儿这个海军司令胡忠明他就是习近平的人，原来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胡忠明他是出身自核潜艇部队的，资料比较少，就不管胡忠明他是哪个派系的，都不会影响这个框架。我把2个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和4个军委委员也加上啊，看得更清楚。就根据我这个框架呢，我给大家总结复盘一下，这是之前的态势呢，这个是现在的态势，就是我打碎了那些共产党的虚假论述啊，因为我这个框架分析的形势走势呢，这2个月基本是正确的，如果是错了的话，我可以修正我的判断啊。我说要抓一个人，就5大战区加中国陆军要抓一个人，就要先抓秦树同。秦树同他已经缺席了关键的会议啊，基本99%确定被抓了。那我说胡锦涛他要针对东部战区海军和政治工作部，那海军政委袁华志和陆军政委秦树同基本确认一起被抓了呀。海军司令胡忠明呢一直不抓，这可能他就不是习近平的人，所以他没事儿。现在传言呢，苗华和林向阳都被抓走了，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还不能完全确定啊，但是基本也差不多了。因为何鸿钧和徐启玲都已经挣扎着出来报平安了，但是就是苗华的出不来。这目前只能说苗华被抓了，如果苗华真出来了，那再说啊。副参谋长徐启玲是珠海航展上强行爬出来，那说从棺材里爬出来也不为过啊！强行上线报平安，这一堆也不是什么人。而梁光烈的葬礼上呢，何鸿钧这也上线了。就现在徐启玲和何鸿钧都出来报平安，但是他苗华就是出不来啊，他们出来也没用。现在军队是3个秦城的候选人啊，火箭军司令王厚斌，联参副参谋长徐启玲，政治工作部的何鸿钧啊，王厚斌是63岁，正常还有2年退休；徐启玲呢是62岁，正常还有3年退休；何鸿钧呢是63岁，正常还有2年退休呢。我觉得这3个人很难坚持到退休啊。我们对比一下李尚福被抓之前军队的态势，复盘一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李尚福还没有被抓，南部战区司令呢还是习近平的马仔王秀斌，当时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也没有被抓，李玉超是胡锦涛的人啊，火箭军政委徐忠波是习近平的人，那火箭军副司令被抓的人中，可能是胡锦涛的人比较多啊。
火箭军李玉超和徐中波被换下，换上了王厚斌和徐锡胜。王厚斌是习近平的人，徐锡胜是胡锦涛的人。之前我说过，火箭军看上去像是被大清洗抓光了，其实可能是互抓。就火箭军这一轮交锋下来呢，火箭军原来的司令是胡锦涛的人，换上了习近平的；火箭军政委原来是习近平的，换上了胡锦涛的。这还是一人一个，基本上打了一个平手。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司令比政委是大，司令是1把手，政委是2把手。但是毕竟还有李尚福被抓了呀，习近平他吃了大亏。胡锦涛抓了习近平一个国防部长李尚福，习近平抓了胡锦涛的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还让胡锦涛换上来一个火箭军政委徐锡胜。那综合起来，肯定是习近平吃了大亏。那习近平抓了那么多火箭军的副司令，他只是中将，我基本没看中将，就看上将。上将也是主要的这29个上将。左边是李尚福被抓之前呢，共军的实力对比。习近平有15个上将，胡锦涛有11个，江泽民有3个，江泽民的骨灰都扬了。江泽民的3个上将听胡锦涛的，就中国13个军长，5个是胡锦涛的，5个是习近平的。3个军长是江泽民的，当然军长未必是最新的数据啊，中国都不敢公布了，只要说个名字出来就能查出来派系背景啊。江泽民还活着的时候抹不开面，现在江泽民都走了，曾庆红肯定听胡锦涛指挥啊。以前胡锦涛就是曾庆红的领导，有什么抹不开面的？以前胡锦涛是总书记，曾庆红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上级。曾庆红不可能听习近平的呀，他不光是军队呢，还有地方官员的政治斗争呢。王岐山把曾庆红的亲戚孙政才抓了，这把路都堵死了。大外宣的话语体系就是习近平一统天下，但是我们看这中国29个上将掰开了揉碎了，挨个看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按照大外宣的话语体系呢，只能说习近平他不信任苗华，但是那支影片里我说的也很清楚了，苗华他给习近平提拔了那么多上将，习近平不信任苗华的话，能让我们苗华提拔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啊！这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文化里就流行这样的桥段啊，可能戏剧色彩比较浓吧，大家比较喜欢看。那现在狡兔没死，飞鸟也没进，习近平不可能自断手臂啊！这是大外宣的话语体系，他习近平愿意花钱，我们也没办法。3中全会之前呢，习近平有15个上将，胡锦涛有14个。现在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抓了，补了一个董军当国防部长，还进不了军委。陆军政委秦树同和海军政委袁华志确认被抓了。南部战区司令王秀斌被调任闲职。那现在苗华和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高度疑似被抓。那现在习近平手上就10个上将了。下一步这个还有3个够呛的嘛？我刚才都说了，这3个再抓了，习近平就正气了。习近平现在有10个上将，胡锦涛有14个上将。如果火箭军司令王厚斌、联参副参谋长徐启玲、政治工作部常务副部长何鸿钧也被抓的话，那习近平手下一个更没人了，就真的是光杆司令了。这当然了，你也非要说这个张又侠和何卫东是军委副主席，级别比刘振立和张胜民级别高。就算张又侠和何卫东一个人顶2个人，那习近平现在也给我吓疯了呀！就其实习近平的人就是一个人也不应该动才对。就李尚福被抓了，已经预示着习近平不行了。两军对垒，大将被斩于马下，那兵败如山倒，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要有一个人被抓，习近平的地位就岌岌可危啊！何况现在已经被抓了5个了。如果大权在握，那习近平肯定不会容忍胡锦涛这样抓自己人。但是现在习近平他没办法呀。我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徐中波就被换下去的火箭军政委为什么是习近平的人啊？然后说习近平如何想保住李尚福，但是没有成功啊。徐中波是2007年担任26集团军的装甲8师政委。当时的26军现在叫做80军的政委是魏亮。1996年呢，
魏亮担任12军步兵第34师政委，98年担任12军步兵第36师政委。那当时的12军政委是潘瑞吉少将。那潘瑞吉的派系背景我就不深入研究了，我就猜他是习近平派系的。准确还是不准确呢？我就不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么猜呢？因为你一打开12军，这苗华、白旅这2个人已经确定是习近平派系的。前面这个政委12军政委王健也是习近平派系的。这边呢，12军的军长王春宁就是现在的武警司令啊，也是习近平派系的。就是潘瑞吉，他未必100%也是习近平派系的。那潘瑞吉、王健、苗华、白旅这3个确认是习近平派系的人呢，潘瑞吉和他这3个人时间线挨着，就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军委主席换了，下面的军区司令啊，现在就叫做战区司令就要换，那再换下面的军长，再换下面的师长啊，但是有延时性啊。那军委主席换了，不可能下面的师长立马就换啊。军区和战区不可能只有一个派系啊。梁光烈第20军的军长就是济南军区副司令顾辉提拔的，不是当时的司令提拔的，军区司令、济南军区司令提拔的，就是军区的副司令，他就是已经是中将了，权力就比较大了。他越往下呢，派系就越简单。这团长他就没有派系了，就是一个低级军官而已。就是说，当这个人是师长的时候，你就说他是当时的军长提拔的，这个准确度比他当时军长的时候你说他是军区司令提拔的准确度高得多。越往下越准，越往上他越不准。就大致认定徐忠波是习近平的人。就是说火箭军这一波交锋啊，从火箭军司令和政委这个层面来看呢，就是上将的层面来看，习近平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我们再看一下习近平营救李尚福的时间线呢，2023年6月25日秦刚失踪，这个时候李尚福已经很危险了，胡锦涛准备对李尚福下手。那中纪委书记李希是胡温的人，中纪委第1副书记、国家监委主任刘金国是江泽民的人，中纪委第2副书记张生民是胡锦涛的人，中纪委第3副书记肖培才是习近平的人。就是这么神啊，都能对得上。肖培他是什么？他是北京师范学院的。这你猛的一看，我猛的一看啊，就还以为是江泽民的人，那就不对了呀。因为北京师范大学江泽民的人比较多，但是肖培出身这个北京师范学院呢，后来改名叫做首都师范大学，它和北京师范大学就不是一个学校。就当这些分析对的时候，就不会自相矛盾啊。其实有矛盾的时候，自相矛盾的时候也不是不好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往往能够碰撞出更多的信息，就挖出他们更多的全家桶啊。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3个人啊，他们的老巢是真正在哪里就能发现啊。就是这个肖培，这是中纪委的内鬼啊，给习近平通风报信说，博士啊，这李希和张生民这2孙子要抓李尚福。这习近平一听就急眼了，就抓了李玉超，要救李尚福啊。因为张生民就是火箭军出身的呀，抓火箭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张生民把李尚福给放了。但是政治斗争啊很残酷，没用。1个月之后，李尚福就被抓了。习近平这个人没什么优点，如果非要找一个优点的话，就是讲义气啊。习近平他肯定不会抓苗华的，那是胡锦涛抓的。习近平也没有和王岐山翻脸，反而是在千方百计的保护王岐山，不然王岐山他怎么当的国家副主席呀？我在说习近平保护王岐山的证据之前呢，先简单说一下李希的派系背景啊。还有人问呢，李希是陆浩提拔的，李希在甘肃省组织部跟了陆浩9年。李希后来担任兰州市西固区的区委书记，兰州市的副书记，张掖地委书记都是陆浩提拔的。陆浩是冯继新的秘书，冯继新提拔的胡锦涛的正局级和副局级啊。然后冯继新向邓小平推荐的胡锦涛，省委书记是不能提拔副部级的，只有总书记或者是总理才能提拔副部级啊。宋平从来没有提拔过胡锦涛啊。
胡锦涛提拔正局级的时候，宋平压根儿他就不在甘肃啊，而且宋平和胡锦涛他就不是一个派系的，宋平是陈云、习近平这个派系的。宋平他每次出来都是支持习近平3连任的，就把派系搞错了，只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啊！表面上在反共，那实际上变成了共匪的肉喇叭和大外宣啊！温家宝当总理那10年呢，就在甘肃省当人大代表，每年都要见陆浩，和陆浩在一起2个礼拜开人大会啊！就胡锦涛和温家宝，他真的就是一家人啊！现在的上海市委常委吴伟也是同时有温家宝和胡锦涛背景的。山西省的中北大学党委书记施谦，他认识的是邓小平打桥牌的牌友王大明啊。董洪我这说了多少遍，他是赵乐际抓的，不是习近平抓的。董洪先是给薄一波当秘书，然后才给王岐山当秘书的，就薄熙来、王岐山、习近平他们是一家人。董洪被抓了之后呢，习近平就为了救董洪，把董洪安排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啊。就习近平他才是中国贪官的第一保护伞，大家可能就没看懂习近平的套路啊。今年抓的52个中管干部，有49个是习近平派系的。习近平的人被抓了之后呢，习近平为了包庇这些贪官，就把这些贪官安排到习近平的马仔、习近平自己控制的法院受审呢。包括王岐山的秘书田惠宇，他也是习近平安排的。习近平在包庇王岐山，薄熙来他爸薄一波的秘书董洪呢，王岐山的秘书董洪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啊，就是习近平安排的。因为王岐山16岁之前生活在青岛啊，王岐山就是青岛人。当时审理董洪的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方民啊，就是朱镕基的马仔郭树清提拔的。朱镕基和习近平在包庇王岐山啊。朱镕基安排王岐山接替自己的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职位，这不已经很明显了吗？就说习近平和王岐山翻脸的都是习近平派出来的大外宣，在给习近平洗地呢。好的，谢谢大家。